故事分享即将开始，现在请共同推选第一位分享者。哦，新人呗，最新人开始，然后我们也多了解一下。我觉得吧，先别欺负新人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我的信封在最上面，现在讲好不好？哇，好可爱！好萌啊！这张照片的那段时间呢，其实是我一个人带着2个女儿度过的一段非常难忘的日子。那个时候，我大女儿是8岁，小女儿4岁，我37岁。然后我是带着他们离开了200平方的家，然后住进了一个50平方的房子。米达，这是我们买的床板，对着镜头说我们要搬家啦。厕所是这样，听听，厨房。以前可能被保护的比较好，然后生活环境也比较好，小时候是爸爸妈妈的宠，后来是。妈妈在。Sorry。当时离婚的时候，因为有2个小孩嘛，按惯例就是1人1个，然后妹妹是判给我的。我相信姐姐在很多年对这件事情是一直会耿耿于怀的，因为我觉得她潜意识会觉得妈妈怎么不要我了。去年就是她跟我一起吃火锅的时候，她问我，她说妈妈，她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就是把我也带走？然后我说是这样，我是很希望我一个人带你们俩，但是我说法庭就是判不了，你妹妹太小了。我说我当时想吧，我说你大了，我说你有腿，你自己可以跑过来。然后她说妈妈，我现在不就已经跑过来了？记得有一个深夜，我忙完了所有的事情回到家，然后我就记得我当时瘫在床上，就是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是我看见一只蟑螂从半空中飞过。10岁、10几岁的时候呢，我如果看到蟑螂，我就会让爸爸妈妈来帮我打。然后20多岁的时候呢，我肯定会尖叫着跳起来，让我先生过来帮忙打。30多岁的时候呢，因为有小孩在，所以我会硬着头皮拿起拖鞋。但是在那个精疲力尽的夜晚，我看着那只蟑螂，就是内心没有一点点的波澜。然后呢，我安慰自己说，别打了，就把它当成是一只蝴蝶吧。在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就是我内心那个需要被保护、生活在舒适区的，小女生，其实已经成长为一个坚韧的女人。女性的成长之路可能是用一只只蟑螂的尸体铺就而成的。假如我们依赖他人来滋养自己，呈现出来的美是苍白的，就扎不了根的。那些至暗深刻所生发出来的坚韧，都是我自己的。正是这些给了我继续前行的自信和力量。我们家也发生过，然后也是，其实我吓得要死，但是我很淡定。然后我女儿还说：“妈妈，你怎么不怕？”我说：“那是因为我是你妈。”她其实自己知道怕的要死。
就可能真的有女儿的妈妈是不是都这样子？我觉得你现在很坚强，谢谢。虽然不得不坚强。听完他的那些遭遇，就真的挺惊讶的。而且他看似一个娇小，看到他的坚强，深知这个人的背景和真正他能打开他的心扉跟你去畅想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些共鸣和那些想给他更多关爱的这种主动性就油然而发。哇，这张照片是在香港陪我2个儿子去看演唱会，之前都是我安排计划，这次角色切换了，攻略都是他们做的，我开始跟着他们混了，现在已经不用管任何行程，只负责我最喜欢干的事情，就拿起手机，一直爱拍他们。我的朋友圈有很多他们的照片，嫌弃我太爱发了，爱显摆。等一下，真讨厌。但我想的是，等我死了以后，他们其实可以翻我的朋友圈的。因为我觉得吧，有些照片经常放在硬盘里，可能几年都翻不了一次。但是我觉得发朋友圈呢，随时都可以看。他们小的时候啊，因为双胞胎，我从小呢就是带孩子，就比如说喂奶、换纸尿裤，就跟妈妈一样。我陪孩子踢球、排球、打乒乓球都是我教的，所以你们觉得我很唠叨啊，可能是因为我老有一种爸爸的爱。就是我为什么愿意去主动的去上小学呢？因为相对来讲，就是说我的时间被卡得死死的了。朋友聚会其实有的时候让我去，我死我也不去，因为都是在夏天时间高峰期。因为我觉得是这样，只有在车里能见到他们。就是哪怕那几十分钟吧，也值了。其实有的时候堵车，我就想，越长越好。可能什么都不说。家是什么？家是跟孩子在一起。如果孩子不在，其实家也就散了。反正现在有大学通知书了，我觉得像放飞自我一样，开始一个新的入场券了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，我想做自己，不为别人活的，就这么多了。棒棒。选一个。我想听王老师的故事。王老师的故事来。这张照片是2020年5月份的母亲节，我女儿颁给我宇宙最棒妈妈的这个奖状。下面是她画了我的一张照片的一个素描，很像你啊，很像，非常像。在我人生的上半场，我拿过不少奖，但今天如果只能留下一个奖状、一个称号，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妈妈。为了成为妈妈，我吃了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象过的苦，打过的针，去过的医院，流过的泪。我比任何人都能体会，这份看似寻常的幸福是多么巨大的恩赐。
从前我的成就感来自于老板的首肯和各种外界的声音，但是现在，它来自于清晨的一个拥抱，睡前的一句妈妈晚安，还有他们毫无保留的信任和爱。然后那些年还不是非常懂得做妈妈的时候，初为人母总是1秒钟河东狮吼。在工作的时候，儿子不懂的时候，给你视频，你会觉得妈妈在开会，挂一下挂掉。现在你多希望跟他有这样的联系，现在真的觉得好像这样的一份被惦记是多么的奢侈。然后同时，其实对我而言，我也非常感恩孩子的爸爸。他也是非常一个有责任、有担当的爸爸，就是虽然我们分开了也有近10年，对孩子的爱是不会缺席的，但是我们各自会有自己的生活轨迹。王艳跟她前夫的那种处理状态，是我很认同的，也是我跟我的前妻想努力，或者是也是达到这样的状态。挺心疼的吧。经历了好多难的时候，再过些年，可能也会面临一些就是来自父母这方面的身体上的压力，就是我就很心疼。下一位，哇哦，好帅哦！哦，这个像 TVB 里面的男主。对。我的故事可能就没有那么沉重，希望你们可以从这些我等一下所讲的了解我多一点。好，果然这么大的字还是看不懂。眼睛带下。那你的眼睛还是比我的度数高。这次还特意字打大对，已经打大了字。我们这么一分分的，没有一个是小字的，我看到都是非常大。如果等一下我激动的抖的话，那不是激动，那应该是有一点冷而已。OK， 这张照片应该是我30多岁的时候拍的。那些年的生日，因为有很多生意上的应酬，还有交际，每一次生日大概都有几十到100多人一起过的。夸张的时候，一过要过1个星期，热闹是很热闹，但是从来都不是自己的。我在99年的时候，因为工作的需要，我从加拿大回到国内做生意。在短短的几年里面，我从一张白纸一路做到公司的管理层，也为了胜任角色，我学会了很多的人情世故。本来什么都不懂的，那时候读书连酒都不懂得喝，啤酒一喝，我哇好难喝，那时候是这样的。每天都要戴上不同的面具，面对不同的人。那个时候每天熬夜，每天喝酒，每天应酬。然后内心虽然是很抗拒的，但是为了公司的业绩啊，每次都是凭着责任心硬扛下来，压力也很大，也经常会有点焦虑，感觉我的人生都过得好累。那个时候觉得说放下是很难的，我每次都能听到自己的内心的声音说：“哎，我是不是想这样过一辈子？”在一次反复思量很久以后，我自己也下定了决心，辞去了管理的职务，放下了违心的交际，转身就去寻找自己真正向往的节奏。在13年的时候，我彻底放弃了之前所有的工作，用几年的时间，我去了法国，那时候还去了泰国，还跟了很多有名的大厨去学料理。然后试着把这份爱好变成一个新的事业。这个转身可能并没有很多人能理解，尤其是我有些朋友，他会笑我，他会跟我说：“哎，Joe，你怎么一个混得不错的生意人，怎么突然变成一个厨房佬？”我们广东话叫曲房楼，那怎么变成一个厨房佬？然后其实我自己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，因为我觉得如今的我感觉是比较充实和平静的。也不用戴着面具去迎合谁，我也可以很安心的去做自己，想做什么做什么，但只要不伤天害理的话哈。现在的我生活比较简单，作息很规律，
我有更多的时间陪我家人，就陪我妈妈他们，都更多时间陪她，其实我很开心的。然后这样的第2次的人生，其实我自己来讲，我是很满意、很开心的，对。比较简单一点。然后我们我希望大家可以停一下。好的，退一下。因为我很羡慕你，还有妈妈可以陪。我到现在还是每天都跟我妈在发信息，等一下结束还要再打个电话给她。然后看起来她身体挺好的，现在已经这么晚了。不是，她比我晚睡。对，她比我晚睡，对，她经常熬夜，然后看手机比我还多。老人家好幸福，咱们以后都是讨厌的老人家。谢谢就带给我们一些短暂的快乐。对啊，就让你们多了解我一些。也很重要，因为那个时间点，我觉得你是找到了自己，而且你是主动的走出了那个。是的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的我的是 I 人，其实我跟你说，那个时候的我绝对不是。我的朋友多到我生日摆了好几桌的，真的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为什么会变成超级癌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年纪大了吗？找到内心的 peaceful， 不需要外求。对，我就觉得好像就我也不需要谁，对，我现在都只是跟一些很好的朋友或者跟家人去小范围的，对偶尔几个，对，家聚一聚，对，就没有必要太多。不过我也觉得，就是人生就是不断在做减法的。对，而且很多朋友都不是跟你经历了些什么，只是跟你喝过酒，可能跟你吃过饭，可能自己一起玩过而已。所以我刚来的时候除了胃不舒服的时候，所以我也是比较。你的胃不舒服就是这么来的。对，我觉得是，不很敢跟大家交流太多，因为我不知道各位的个性，也跟你们不熟悉，所以我就有个距离感。我说反正先不说话嘛，没关系。现在呢？现在好很多了，现在话有点多了，对不对？觉得现在话多了，对，没有也敢开玩笑，没有放松。其实我跟朋友乱开玩笑很夸张的，反正只是跟大家不熟而已。夸张到什么地步？今天晚上告诉我们以前是什么样，明天开始就大放光彩了。没有，我明天要变成爱人，你不用担心。哦，下面。理你。他比我们看，那是我。哦，好可爱，小时候。这张照片是我在16岁跟我父母的合影。少女。那时候的我。成长环境的不同，导致我们生活观念有了很大的分歧。这种压抑的状态让我陷入焦虑。已经戒烟多年的父亲，又坐在沙发里抽起了烟。末了，只说：“回家吧，爸爸养你。”离婚后，我回到了我父母身边，我体验了久违的幸福。父母是我身后坚实的大山，可以为我遮风挡雨，是我敢回头、敢向前的底气。我总以为，被他们宠爱的日子，就像院门口的那棵老槐树一样，永远都在。命运偏偏不随人愿。母亲和父亲相继查出了重病，先后离世。对我来说，好似天塌了。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走的那天，只知道身体在发抖，抖得我不知所措。
12岁的女儿紧紧地抱着我，妈妈，别怕，还有我。就从那时起，他就已经承担起替妈妈遮风挡雨的责任。回想起在女儿上小学的时候，每天放学我去接她，鼓囊囊的书包沉甸甸的压在她的小肩膀上，她还要抢我手里拎着的菜，说：“妈妈，我帮你分担一点，你就不中了。”好懂事的女孩。我总觉得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，让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所以我特别怕我给他的爱不够。所以我总问他：“妈妈给你的爱够吗？”他总是说：“足够的了。”有一次，他去新加坡参加竞赛，偷偷的溜出去玩。我知道后又急又气，在电话里忍不住说：“你这样不听话，真的让妈妈很失望。”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，传来的是他带着哭腔的抽泣声。妈妈，你可以骂我，但你别说我让你失望了。这句话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，我突然明白，比起批评，失望2个字对他来说才是最重的惩罚。现在的他参加工作了，所有的节日都会送我礼物，包括七夕节。好乖啊！我笑着对他说：“这个节日就不用送了吧。”女儿却说：“别的妈妈有的礼物你都得有。”我的心里暖的就像揣了一个太阳。从当年抢着拎菜的小企鹅，到今天替我遮风挡雨的铠甲，他不仅把我给他的爱全都还了回来，还让我后半生满是被珍视的欢喜。若不是有他，我怎会知道，原来被一个孩子放在心尖上疼，是这么幸福的事呢？这次因为女儿，我在人生半百的时候，又叛逆了一次。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都一样。他打消我所有的顾虑，走出舒适区来参加节目。于是，我坐在了这里，和你们在一起。对我来说，也是人生一次重启。谢谢，谢谢。女儿永远是爸爸的小情人，是吗？我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。我女儿现在不知道她爸爸长什么样子。只要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子就行。是。幸福妈妈，幸福妈妈。是的，你看女儿多漂亮。好，来。